大家好，这里是肯德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增肌和减脂是否可以同时进行。春衣显瘦，脱衣有肉，只要你的健商还过得去，就会把这样的体型作为努力的标准。其实很早以前，这个道理就被我们这些健身的人所熟知，只不过不这么说而已。在健身圈，我们管这叫增肌减脂，这是大多数健身人群每日训练的核心目标。想想清晰而饱满的肌肉，身体性感而充满活力，那么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吗？这个也是健身界恒久争论的话题，两派各持己见，打得跟热窑似的。既然有这么多争论，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先告诉大家我的观点，增肌和减脂不能同时进行。我将从热量问题入手给大家解释。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肌肉生长的过程。第一步，肌肉出现破损。每天的训练，无论是力量训练还是有氧训练，其实就是对身体器官，尤其是肌肉组织造成破损的过程。第二步，肌肉修复。训练结束后，合理的营养补充、热量摄取、激素分泌，加上放松和睡眠，可以令肌肉开始出现修复。第三，肌肉超量修复。进行了修复的肌肉，只代表肌肉恢复到训练前的水平，而没有出现肌肉的增长，这就需要超量的修复。例如，更多的营养、更高的热量、更多的激素分泌，以及更好的放松和休息。完成了超量修复，才能使肌肉增加，变得更有力量、更有活力，以应付未来训练带来的压力。通过以上三步，肌肉完成了增长的过程。在这三步中，第一步最容易达到，因为肌肉只要进行训练，就会出现破损。当然，你的训练水平越高，肌肉出现的破损越恰当。恰当指的是你的肌肉受到了破损，但是没有进入到过度训练状态，或者训练带来的刺激太小，不足以让肌肉生长这个状态。所以第一步相对来说是最容易完成的。第二步肌肉的修复和第三步肌肉的超量修复都涉及到了补充营养和热量以及激素分泌的问题。我们将激素分泌的问题拿出去以后讲解，因为这是最不容易调整变化的因素。现在我们来看热量和营养的补充问题。肌肉的修复和超量修复需要足够的热量堆积和储存。热量的摄取既要补充训练中丢失的热量，又要满足新肌肉生长的热量需求。例如，你今天训练、日常生活加上基础代谢，一共消耗了3000千卡的热量。如果你想出现肌肉超量恢复，也就是明天出现肌肉增加，那么你必须摄取大于3000千卡热量的食物，这样的话才有新肌肉出现的可能。因为热量的堆积和储存为肌肉的增加创造了物质基础，也就是在身体内，能量可以转化成为物质，物质也可以转化为能量。当能量超过需求时，才有转化成为物质的可能。相反，能量不足，物质就会转化为能量，物质也就随之消失。由此可见，肌肉的增长一定要满足热量的收入超过支出，也就是出现了热量堆积。肌肉不可能凭空出现，这是热量堆积出来的，这也是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个显现。这样，你第二天才能比前一天更加强壮。结论是，增肌期应该做到热量的收入超过热量的支出。增肌期必然也会让你的脂肪出现增加的状况，因为你不可能将热量的摄取安排的那么好，只满足肌肉生长的需要，一点没多摄取，造成脂肪的堆积。我们再来看脂肪减少的过程，这个非常容易，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人脂肪的多少取决于热量的收入和支出的关系。如果每天收入的热量大于支出的热量，那么你身体的脂肪就会增加。相反，如果每天你收入的热量小于支出的热量，那么你身体的脂肪就可能减少。减少脂肪，简单的理解就是打破热量的收支平衡。虽然大多数减脂训练者每天选择各种训练方式，花去大量的运动时间，但能否成功还要看当天的热量收入是否少于当天的热量支出。可以说，只要一天能做到热量收支的负平衡，那么当天身体就可能发生脂肪的减少。当然，这一天脂肪的减少不能被人发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脂肪的减少就明显起来了。机体热量的收支每天都有量化的数字，当这个数字是正数时，每天热量的收入大于支出。机体储存能量合成肌肉或脂肪细胞，体重就会增加。当这个数字是负数时，热量收入小于支出，机体丢失能量，分解肌肉和脂肪细胞，体重就会减少。每天机体收支的热量只可能用一个数字显现，这个数字的多少能决定你每天获得的训练结果。
例如，你带着1000元的钱包出门，回家时你钱包里的金额只可能是一个数字，或者多于1000元，说明你今天在外面有了金钱的收获；或者少于1000元，说明你今天在外面有了金钱的损失。不可能你钱包里的钱又多了也又少了。那么身体每天热量的收支也只可能是一个数字，或者多了，或者少了。对于肌肉而言，研究表明，在完美的训练、营养以及休息的情况下，每天肌肉可以增加50克的重量。请注意，这50克可不是纯肌肉，这里面包含很多水分以及其他的能量物质。如果不包含这些物质，每天肌纤维的增长在5至10克左右，这一点点生长是你看不出来的。所以肌肉的生长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看到成效，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有一段时间热量的收入高于支出，你肌肉的生长才会被发现。这种变化会被你自己和别人看出来。如果你今天增加了热量收入，肌肉增加了50克，明天减少了热量收入，肌肉减少了50克，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你还是原来的样子。因此，肌肉增加和脂肪的减少不可能发生在同一天内，也不可能发生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内。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增肌期也会长脂肪，减脂期也会丢失肌肉的原因。听完上面的解释，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会说，我真的见过有的人可以增肌和减脂同时进行。确实，我承认这种现象是可能发生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增肌和减脂能够同时进行呢？有以下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使用药物或自身激素分泌很高。使用合成激素药物可以让机体在合成肌肉的效果方面达到人体自身无法达到的状态，也就是在药物的作用下，身体可以时刻让能量和营养的利用达到最理想的状态，造成最大限度的蛋白合成代谢。而且这类激素还可以防止肌肉的分解。还有就是可以单纯依靠自身激素分泌高，一般会发生在12到18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可以利用自身激素分泌的优势增加肌肉。想想中学时，男生和女生体育课程的内容相差不大，男生也没有特别训练肌肉，但是男生比女生的肌肉就发达了。但是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男孩和女孩在体型上就没有太大的区别。过了12岁以后，男孩和女孩的体型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激素的力量。激素的力量很强大，不训练肌肉都可以让肌肉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向往并使用药物的原因了。将来如果有需要，我也会讲解一些类固醇药物的使用方法，不是推荐你使用，只是希望大家多知多懂，更加厉害。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初级训练者或者很长时间没有运动训练的人身上。研究表明，人体的肌肉72小时不训练，肌肉的力量就会下降；6个月以上不训练，1/3以上的肌纤维就会出现萎缩。同时，肌肉中的水分、能量物质、酶类物质也会从肌肉中代谢掉。那么，当这类人重新恢复训练时，水分、能量物质、酶类物质就会重新回到肌肉中，自然就会看到肌肉增长的变化。但是要知道，这种肌肉体积变大、力量增加，并不是肌肉真正增加了，而是肌肉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当然，所谓的停训可能是6个月，也可能是20年。例如，一个40多岁刚去健身房训练的人，可能已经停训了20多年了。这种所谓的肌肉增加是不需要热量的堆积的，因为进入肌肉的物质不能代表肌肉自身的肌纤维增加了，但是体积和力量明显变化了。同时，因为很久没训练，训练时消耗了额外的热量，身体热量收支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脂肪出现了真正的丢失，这样就给人一种增肌同时减脂的样子。不要被其哄骗了，不到2个月，这种美妙的状态就会结束。第3种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例如，我健身超过23年，在刚开始健身时，我的体重是75公斤，经过23年的训练，我的体重还是75公斤，但是我已经判若两人了。我的肌肉增加了很多，脂肪减少了很多。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在这23年中经过了 N 多的增肌阶段，增加肌肉，同时也增加了脂肪，也经过了 N 多的减脂阶段，减少了脂肪，同时也减少了肌肉。那么在我身上是不是同时发生了增肌和减脂呢？并不是，而是我的增肌阶段和减脂阶段间断发生，成就了现在的体型。可以说没有一天在我身上发生过增肌和减脂同时进行这件事。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增肌和减脂不能同时进行，其中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热量。
增肌期需要身体多摄取热量，让这些热量有机会变成物质，例如肌肉，当然也可能是脂肪。所以增肌期是增加热量摄取的过程，增肌期会出现肌肉增加，同时脂肪也增加的现象。相反，减脂期需要身体减少热量摄取，让身体储存的物质，也就是脂肪，有机会变为热量被消耗掉。当然，肌肉量也可能被消耗。所以减脂期是热量减少摄取的过程。无论是肌肉的增加还是脂肪的减少，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一天内发生，不可能做到吃一顿饭对身体说合成肌肉吧，或者少吃一顿饭对身体说分解脂肪吧。身体的热量收支、支配和利用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